原是梦溪抽到就必养的角色。第一名星丘，二小姐星丘又被称为水神，不仅是因为她拥有较高的输出，还有她几乎全覆盖的后台挂水能力，以及提供的高额免烧和抗打断。只要是与水有关的反应，星丘都能胜任。第二名班尼特，与星丘齐名的火神，全游戏顶尖辅助角色，集高额攻击加成、强火破盾、巨额奶量于一体，是可以明显改善游戏体验的角色。第三名刷糖，拥有大范围的聚怪和扩散技能，前期清理群怪很舒服，后期则可以给队友提供高额精通加成，绝对是萌新队里最好用的4星之一。第四名飞夏，又叫小艾妮，能召唤奥兹后台输出，挂雷能力很强，且伤害可观。尤其是解锁了这个天赋后，强度提高了一个维度，通过草雷计划反应，甚至能有5星级别的后台输出。第五名97人，拥有跟随奶和灌雷的能力，通过无脑对高精通，同时提高奶量和反应伤害，尤其是配合水草角色打出超绽放反应，培养性价比很高。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了，快说谢谢七七。1分钟，七七教你玩好七七。七七是一名纯奶角色，战绩和芭芭拉的类似，脱手挂冰的同时，普攻重击可以治疗全队。七七的大招能给周围的敌人挂上标记，对标记的敌人造成伤害就能回血。解锁60级天赋后，七七普攻和重击也能挂标记了，所以七七的奶量是非常高的。圣遗物方面，追求极致奶量就带少女，坚固输出就带海然，辅助能力前沿最佳，可以2+2过渡。因为七七的奶量与攻击力挂钩，所以主词条选择治疗头、攻击杀、攻击背，副词条额外要求。因为七七不缺奶量，武器选择高攻击力的，比如复音剑，自信首选激励剑，这些武器也可以有。配对上，七七可以接很多对充当奶妈。名作上，七七不想说话。与神设计师，你知道七七的痛楚吗？最后七七想说的是，七七作为一名纯奶，没有任何功能性，产权为0，花费效率低，功能性无法和其他奶妈比，缺少奶妈角色或者前期用来过都可以用，但非真爱的话，七七不建议专门培养。所以你还有重做七七。1分钟，让你的胡桃输出提升20%以上。首先，大家知道胡桃依靠重击输出，黎明的情况下，一轮输出能中7到9次。如果你能练好爱重跳，稳定9次重击，你就能比大部分的胡桃玩家多打20%的输出。但是胡桃的操作上限仅此而已嘛。胡桃之所以能这么强大，是因为还有进阶的手法雷重跳。具体操作就是普攻2次，在动作出来之前迅速接重击，然后跳跃取消后腰。黎明的极限是8次 A 重，如果你又能稳定打出8次，相比900重又能多10%的输出，就算你使用的4星武器，也能依靠手法超越其他玩家的专我，这就是胡桃带来的无限可能。要谢谢七七吗？ 4.2 版本在抽卡、圣遗物、评论、多重低 buff 的加持下，我却依然从0开始，仅用23天就买下了当期的深渊。现在4.3。开局无非就是钓派蒙、开锚点、摘果果、吃肉肉、搓个螺旋丸、打个会飞的海阔鱼。话不多说，新手10年开抽。看来和上次一样，又是行秋开局啊。不过这一次啊，行秋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必须的角色了。好了，4.3年课挑战到此结束。等，我可没有说过4.3是0颗挑战啊！之前就答应过各位，4.3我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启挑战
挑战的规则也该揭晓了。这次我将开局把首充全部氪一遍。我算了一下，首充总共有160多抽，加上我今天刚出40抽，试试200抽，总共能抽出几只纳维亚。如果200抽仅出1只，或者这200抽出了3只以上，我就一口气把纳维亚直接充到满命，并限时20天之内满星这期深渊。玩了4期零氪挑战了，现在玩一期满氪挑战会怎么样呢？那么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，先试试这160多抽，运气怎么样？我怎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？第一个金就给我保底外，剩下的抽完吧。第75发才出纳维亚，也就是说第一个心灵金又是大保底吃满，把剩下的原石和星辉抽完吧。新手吃出了个8把了，哎呦！我靠，这次10发就出金了 ，BGM 起！虽然是提前金，但是又崴了。现在总共抽了180多发，还差10几抽，就慢慢的干吧。纳维亚开荒到底有多强？前期甚至不用拾取结晶，随便开2炮就能秒杀一堆丘人。试下狂风之河能够扛我几炮？啊，1炮秒了，有什么好说的？当元魔。去教堂和雪山拿到前期可以白嫖的4星圣遗物，生命桶没什么用，但是盐伤杯给纳维亚正好。虽然纳维亚前期很好用，但是遇到这种小蚊子还是有点难受的。打蚊子不行，但是可以打鸽子啊！我觉得现在我自己也可以单独闯雪山了。女仆开大配合凯亚刮冰，产生大量的结晶，然后纳维亚打出满子弹，虽然没有暴击，但是也打出了2000多的伤害，这就是20级的纳维亚。直接挑战丘王，有结晶盾的保护打起来还是非常轻松的。最后1炮轻松拿下，直接横穿雪山，从璃月的东边前往璃月港。来到璃月，正好碰上了下雨天。我又发现了一个小技巧，将云魔冻住之后，再通过盐元素攻击打出碎冰反应。而碎冰反应是没有附着 CD 的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我挂冰挂得够快，纳维亚打出的碎冰反应就越多。在前期，碎冰反应的伤害也是不容小觑的。就这样一路向南，来到璃月港，开启几个宝箱之后，我也差不多抽了200发了，还是没有出金。没办法了，到兑现承诺的时候了。满命纳维亚启动，先来上4单68，看。4年来了，我的妈呀！米哈游，我操你妈！
这下真的血本无归了。总共10单6次法，加上1轮手冲，才把满命纳维亚抽到手。中间连歪6次，就1次没歪。我的天哪！我不敢想象，如果这个号是林克玩，会有多么痛苦。已经远远超出我的预算了，所以这一波不抽武器了，毕竟武器池的水更深。把纳维亚的圣遗物给强化一下，武器先暂时用着以理服人吧。拿机动术试一下伤害有多高，配合上莫娜的增伤，满层子弹。这就是满命纳维亚，40级打出了2万的伤害。雪山的现代战争开启。2023年已经悄然过去了，在阵阵的炮火声中，迎来了新的2024。祝看到这里的观众们新年快乐！获得雪藏的幸银，雪山也被我探索一大半了。那好吧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亲爱的卡池是不会抽了，全力备战下半的卡池。那好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在遥远的 3.7 版本，号称天下无敌的77，也就是我，仅用了30天便轻而易举地打满了当时最难的一期深渊。而现在 4.0 版本也即将到来，我决定再一次开启挑战。那好，天下无敌的77林克挑战第一天启动。因为 4.0 版本即将到来，考虑到会有很多新手入坑，所以我会在视频的中间穿插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小技巧，希望能帮到看到这个视频的新手玩家。太美丽了，蒙德！哎呀，这不是温迪吗？还是看一下远处的安博吧，家人们。在进蒙德城之前，先完成一下每日任务。哎，怎么都跑了？你好！到达蒙德城，空气中散发着自由的气息。遭遇了龙灾，封神大人助我体验了一把射击游戏。应带你团长凯亚之邀，我前往了骑士团。哇，第一次10年运气不太好啊。把每个账号限一次的兑换码换掉，可以拿到50原石，获得第一个神童。新手技巧之捡了神童，记得标点，以后好跟着大地图查漏补缺。供奉蒙德和尼约地区的神像可以获得原石奖励以及体力上限提升。每个开荒玩家的背后都少不了一个跑断腿的凯子哥，因为凯子哥拥有减少冲刺体力消耗的天赋以及大长腿。再把一些容易找到的宝箱给开了，那是什么？天理的维系者。再去雪山和教堂和 NPC 对话，拿到4星圣遗物。在达达乌帕谷完成了第一个世界任务，前期见闻的奖励也非常的丰厚。到达10级了，再抽一下新手池。怎么又是你啊，雷泽？考虑到前面2次挑战都是用的雷泽开荒，所以这次我就不用雷泽了，稍微抽一下限定池。罗莎尼亚，至少开荒还有一点用吧。常驻再来一发10年，出了一把祭礼剑，还算不错。去望风山地，稍微开一下图。前面有一只30级的机动术，别看我现在的伤害全是刮痧。新手技巧之2，提瓦特的生物易溶于水。在草地上对付冰深渊法师，只需要用安博往地上射一箭。对付小宝只需要连续射中他的眼睛2次，他就会瘫痪在原地，任人宰割。落在风神像的手上一击，你不会是在拿开蒙寻开心吧？也是有成就的哦。好了，现在该去下一个地区尼月开图。我是谁？我是77。和石门的最近招对话，获得全游戏唯一一个2星战狂，看到锚点一定要开。到达望舒客栈，终于到达璃月港契约的国度。这个如何？快到城这里拿到全游戏唯一一把暗铁剑，先和璃月港的凯瑟琳碰个头，再把这里容易找到的宝箱开了，继续往璃月东边开图。站立吧！因为罗莎莉亚的固有天赋，在晚上跑图速度非常快。
这时候冒险等级也达到15了，把所有角色突破一下20级，拿一下相遇之源，抽一下常驻。大战岩丘丘王，站立吧！这个如何？震颤吧！抱歉啊。冒险等级来到16，解锁了联机模式，该召集水友前往雪山了。我将带头冲锋。星海救我！别担心，哇哦！雪山的一些大世界任务基本上做完了，感谢这些水友的帮助，供奉一下忍冬之树，再抽一下常驻。布狼，哎呀，对我没用，再来一发，又出了字，西风剑还不错。前往风龙废墟，把蒙德剩下的主线给做了，又是一把单人射击游戏。我给风主使用了祭礼剑，连续抽2个螺旋丸，直接秒杀风魔龙。蒙德主线终于告一段落，我的冒险等级来到了20，把角色使用的武器全部强化一下。挑战一下冰片片花。现在我全队输出最高的居然是个风主，哎呀，片片花倒地了2次才把他击败。在开启马斯克礁的途中，还遇到了一只大尾丘。哎呦，这个老东西才爆3个卷心菜，开启深境螺旋之旅。经过深思熟虑，我决定派出 T 0阵容神客万星出战。寒冰变身，风共鱼行。别担心，神力流双翼。不愧是 T 0阵容，打深渊和割草一样。风云万爷在第3件有奇效，可以直接将元魔推到深渊场地外。由于我使用的是 T 0阵容，所以一直到深渊第3件全部满星了。那好吧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虽然抽卡的运气不怎么样，但总归开了个好头。那么明天再见。上一次我的深渊达到了11层，探索了枫丹，完成了陈岩的建造任务，探索了月下宫。现在我的灵力可以单上灵力暗恋，冒险等级来到49。那好， 4.0 版本林克挑战第18到19天启动。为了尽快到达50级，我开始推进传说任务和主线任务。小伙子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就给你取名叫大丈夫吧。完成任务后抽2发，又出了个尼利特，现在已经3命了。继续往后面做主线卡利贝尔，在这里遇到了冰使徒。灵力前台拥有超高的挂火频率，简直是冰使徒的亲爹。丘丘人摘下面具到底是什么样？主线推进到了枫丹，才刚到这里就见到了水神，不过这个水神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。再去各地做一下世界任务，积攒原石。现在心灵池也快保底了。昨天种下的龙骨花结果了，可以把它卖给蒙德、尼月或者到期的纪念商店，可以获得一些摩拉。才发现昨天忘记供奉物景泉了，抽2发常驻。干得好啊，又给我出武器是吧？不过祭礼剑还是非常有用的。再去随便开一个宝箱，刚好到达了50级，可以挑战更高难度的周本了。更高的难度意味着更高的奖励。去水友世界蹭一下草龙周本。哇，掉了一个需要的材料，以及一个异梦龙梅。再去挑战一下惹托龙王，这是一栏需要的材料。虽然这2个材料我都不需要，但是掉了一个异梦龙梅，也相当于1换1了吧。最后再打一下特瓦尼，这是班尼特需要的材料。哇哦，不仅掉了2个需要的材料，甚至还有一个异梦龙梅，还有一个枪胚，真的是赚麻了。再去刷下妮妮的天赋材料，在水友们辅助的帮助下，我的妮妮居然来到了1件15万。把妮妮的天赋拉到867，接下来再去分别刷一兰和班尼特的天赋材料。班尼特大招拉到11级，一兰的大招拉到了8级。好了，心灵池来到第77发，又出了个班尼特，都已经溢出了。第78发还没出。本来星辉是打算留着换行秋的，还是用星辉换一抽吧。第79出金了。
我真的一点都不难过，真的，好歹也能拿个篮球是吧？不过心灵池70多发，我还了个老爷，对我的干度要求更高了。现在我的武器池第25发，假设接下来心灵池和武器池全部吃满保底，我需要在仅剩的8天时间内，平均每天干16抽出来，好吧，从来没有这么干过。接下来该去枫丹给班尼特换一把新武器了。钓鱼，换地方钓鱼，钓了大概1个小时，终于换到了班尼特的新武器，一口气拉到80级。我是谁？别和我站得太近，这样雷就会炸飞你们。把活动的最后一天做完，也能获得不少原石。我的班尼特早就满命了，所以相当于白嫖了5个星辉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每天的任务更重了。先继续回到云夏宫，把剑丸全部找完，抽一发武器池，抽一个砂糖，这样搞我是吧？角色池出武器，武器池出角色。好了，云夏宫探索的差不多了，回到道期，把神元素供奉满级，接着继续探索枫丹。听说枫丹有8个 BOSS， 其中尼尼安涅和维维安涅我都打过了，剩下的就是水下的一些 BOSS 了。一个叫老兵的海豹，他会隐身攻击我，只要把他的隐身状态给破除，打起来也算比较轻松。这对名叫深谷之剑的魔鬼鱼和之前的一样，在他们使用合击技的时候，攻击中间的水球就能对他们造成大量伤害，轻松拿下。枫丹可真是太富裕了，开宝箱开到手软。开始做枫丹的大型世界任务，水星的安帮助了这么多纯水幻灵，难得打到一次有实体的纯水精灵。这个地方也太美了，听说这个地方只能来一次，赶紧拍几个照。看看这个吧。哎呦，蓝蓝只露出了一个头盔，偶尔悠闲一下也不错。再回到海默村，把上次接的长期任务给做完。机械狗大战流血狗，在这里居然还遇到了深邃敬礼者，不过你也太不堪一击了吧！任务完成，再去枫丹各地找到这个画画的小女孩，每找到一次就会给你20原石。这老头还不准我踩他的花园，不小心踩到一下就被赶出来。好，我不踩就是了。来到水星十字结社，这里是枫丹所有长期任务的后续。供奉陆景泉到12级，抽2发。可喜可贺，常驻居然给我出了个角色。我发现一个盲点，常驻给我出的角色全都是到期的，是为了讨你无想任下间的核废水吗？再回到须弥，稍微做一点森林书，开启沙漠的一个奖励副本，也能获得不少原石。今天即将到达尾声了，我决定再次尝试一下深渊11层，给砂糖带上烤龙和风套。一兰这队带上香菱，既然单火破不了冰盾，那就试试双火。护持之火。1分钟出头就解决了上半，有机会。班尼特大招，风套减抗，烤龙全部吃满，看一下这个大招有多爆炸吧。第2波故技重施，压轴表演。最后一剑满星。接下来就是12层了，但是我很明白现在的自己几斤几两，所以还是不挑战了。好吧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今天干了大概20多抽，算是超额完成任务了，争取把武器和一兰一命全部干出来。那好，我们后天再见。昨天我开启了 3.7 版本的宁克挑战，新手持出了雷泽和行秋，常驻17发出了琴，在粉丝的帮助下通关了雪山，并将地图开到了须弥沙漠。那好，3.7 版本宁克挑战第2天开始吧。昨天在无相雷旁边下线的，正好先打一只。做一下委托。向着星辰，感谢你完成。开始探索蒙德地区。你快被融化，想要把你带回去，baby baby， 不管多困难。接下来去无名小岛。老实点，动铁吧。这个如何？老实点，动铁吧。这个如何？真是急性子啊你。击败狂风之河，将风神像升到了满级。如果能出个一键删标记的功能就好了，删标记删的手麻。
前往孤云阁挑战 F4。强化一下出场角色的圣遗物和武器。黎明神剑给的双爆非常多，因为四战狂的缘故，雷泽的暴击也非常高。先解决飞天小宝，挑战 F4。老实点儿！以剑为誓。抱歉啊。不堪一击。差点忘记还有活动没做。爷爷。一口气把活动全部做完。现在卡池我不会抽了，等着 3.7 版本更新再抽。打算攒星辉换一个班尼特。回到璃月开始做主线第1章。义军遇刺，公子救场。进入北国银行，这里有一个摩拉宝箱。前往绝云间寻找仙人。大龙溪。获得仙跳墙制作书，见到了一众真菌，最后去望舒客栈。大球球冰凉，二球球强，三球球材料，四球球熬，五球球饲料，六球球抬。做完了主线第1幕，常驻抽一发，西风大剑，挑战一下深渊。前2层都很轻松的满星了，第3层怪稍微弱了一点，不过没事，我有秦团长。以剑为誓，一决胜负。前3层全部满星了，给凯子哥换上了好的暴击头和冰伤杯。就到这里吧，今天干到了24节，大家晚安。最近七七看到大家好像都很在意角色强度，甚至大家还说男孩子的强度不如女孩子。七七知道自己很弱，但是七七一直待在大家的仓库里，所以伙伴们的情况七七还是知道的。七七觉得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优点，大家都知道须弥的草反应很厉害，能很好融入草反应的角色是很容易通关深渊的，比如鸣人、萨诺，还有快要到来的艾尔海斯。就连和七七同样的常驻角色蒂鲁克也能加入草反应。七七不知道大家追求的是什么，七七只知道能够轻松通关深渊就是个好角色。而流浪者、伊斗、萧这些孤儿元素的角色，他们需要高明的战符才能发挥出色的实力。在配对齐全后，因为是孤儿元素，所以能够应付绝大多数环境。大家都喜欢可爱的女孩子，加上很多女孩子们都有很厉害的配对，大家都爱用女孩子。其实女孩子们也有缺点，讨厌的胡桃需要1命才能玩得舒服，而且配对成本有点高，下限也很低。连花讨厌多变的环境，而且和胡桃一样需要较高的成本才能玩得舒服。
也养出伤脉，而且现在的主流融化操作变形，其实并没有顶尖的实力。七七希望旅行者们能好好看待伙伴们的特点，不是谁都像七七这样弱小，拒绝强度歧视、焦虑，我们才能在体外特殊式的游玩。